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来做一个生酮戚风，来试一下吧。首先，3个鸡蛋，蛋清蛋黄分离。蛋黄里倒入24克融化好的黄油，24克温水，然后搅拌一下。加入45克杏仁粉，几滴香草精，然后把它搅拌均匀。好啦，放置备用。蛋清里加入0.5到1克塔塔粉，然后挤入一点柠檬汁，加一点白醋也是 OK 的。加入30克赤藓糖醇，然后我们来打发蛋白。蛋白要打至干性发泡，提起来有小尖尖，要打成这样干性发泡的状态。换了一个大一点的碗，然后把打发的蛋白分3次放到这个蛋黄糊里。大一点的碗比较好拌均匀。最后一次全部倒，继续搅拌均匀。所以最开始分离蛋白蛋黄的时候，最好用2个大的容器，因为你看现在拌起来还是挺多的。我一开始放蛋黄的碗太小了。好啦，搅拌均匀就可以了。取一个6寸的戚风蛋糕模具，然后把拌好的糊倒进来，然后把它震荡一下，震平整。好啦，这样就差不多了，可以放入烤箱了。150度烤50分钟，出炉后震出热气，然后倒扣放凉。脱模了，挺软的。我们来切开看一下，切的时候就感觉很松软。看起来还蛮漂亮的，感觉看起来很松软湿润，跟普通的戚风蛋糕没有什么区别。的戚风做好啦，看着还不错吧？它是那种，我感觉看起来跟正常的戚风差不大。
尝起来也感觉差不多哎，特别的松软和湿润。这个是我目前做的各种生酮蛋糕，生酮戚风蛋糕版本里面，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配方，是跟普通的戚风最接近的。之前做的，要么就是感觉太结实了，不像戚风蛋糕，要么就是有一点其他的味道。这个口感，不管是口感、味道还是看起来啊、长相，都是跟面粉版的戚风，我感觉是99%的接近度了。这个蛋糕我其实在家做了，今天是第2次做。之前做失败的一个版本，就是做这个蛋糕，关键就是就蛋白一定要打成硬性发泡的状态。什么叫硬性发泡？就是你用那个打蛋器打那个蛋白的时候，你打到最后，明显感觉到那个打蛋器有一些阻力，而且打蛋器提起来那个头上有那个小尖尖，这种是比较完美的状态。然后这种做出来的那个蛋糕戚风蛋糕体就会膨得比较高。如果你没有打到硬性发泡，只是普通的把它打发了的话，就是你到时候那个烤之前那个蛋糕糊可能就是那种比较流动的状态，然后烤出来的蛋糕就没有这么蓬，它可能会就只能发起来一点点，当然也是好吃的，但是可能没有这么蓬松。所以这一点是唯一要注意的。其他的话，我觉得这个蛋糕就跟戚风是一样的，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，我觉得还挺好。好啦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拜拜。